大家好，这里是穷奢极欲，一个离不开钱的频道。在2024年的当前，不仅到处都有电力，更已进入资讯爆炸的时代。朋友们说了什么没听过的骚话，随手 Google 一下就瞬间拿捏。如果住在大城市里，要想采买生活必需品，别说开车上街，手机按一按也多半能完成。然而在富裕的美国，就有这么一片土地，坚持拒绝现代文明进入，有多达数十万的居民过着简朴而保守的生活，他们至今仍穿着18世纪样式的服装，外出依靠轻便马车出行，不使用电力、电话、手机与汽车，全面拒绝洗衣机等现代科技家电。除了拒绝跟电有关的一切，这群人也不愿接受政府的社会福利，相对的，他们也拒绝缴税或加入健康保险。在坚持传统的家庭中，人们以农业与畜牧业为生，使用传统工具，在农场内自给自足，手工制作一切家具。多数小孩14岁后就不再上学，而驱使他们这么做的动力，就是坚定的宗教信仰。本期影片就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了解美国最著名的少数群体艾美许人。52岁的韦佛住在美国俄亥俄州，育有8名子女的他，几乎不投票、不开车、不听音乐、不观看体育赛事，也没用过手机与电脑。在他的家庭中，男性头戴宽边草帽，穿着衬衫与吊带长裤，女性则穿着单色长裙外加围巾，头上则戴着无边白色小帽，没有过多的装饰。这些服装源自他们的祖先从瑞士、德国一带移民到美国之前的服装。韦佛是典型的艾美许人，他们一家人务农为生，整个农场共有800头乳牛。当被问到大规模现代化畜牧业时，韦佛并不怎么喜欢这个话题。他认为这些现代化的大企业都是受到资本主义的驱动，导致所有一切都越做越大。在访问的最后，韦佛对着镜头说道：“我们的价值观与外人不同，而我们选择捍卫他们。”在艾美许人的戒律中，人们必须要按照圣经的说法自力更生，简朴生活。令人惊讶的是，他们还真守住了界限，虽然人数越来越多，却没有被科技洪流带走。时间拉回1989年，当时全世界约有10万个艾美许人，主要分散在北美洲各地。但到了2023年，全美的艾美许成员总数已正式突破38万人，是美国成长最快的少数群体。如果按照当前的态势发展下去，到了2050年时，美国将有超过100万艾美许人。在严格遵循的信仰之下，艾美许族群中的妻子往往对丈夫言听计从，该族群更认为离婚与节育都是不被允许的罪行，而子女则被视为上帝的祝福。因此，平均每个艾美许家庭会育有7名子女，不仅撑大了家庭规模，大量的新生人口也为他们的农业社会提供源源不绝的劳动力。由于艾美许族群的高度信仰，加上垂直与平行的严格控管，艾美许家庭出生的儿童不仅没机会接触到现代文明，就连外来消息也受到筛选。他们多半是从挑选的文本中非常片面地接触现代文化，因此在讯息封闭的环境中，这些儿童很容易就选择留在社区，严守戒律的同时，将这整套信仰再向下复制传承。现年15岁的麦克是韦佛的其中一个儿子，身处充满好奇的青春期阶段，麦克受访时的发言却仿佛一个成熟的大人。他说自己曾听过脸书，而他认为使用社群媒体相当浪费时间，比起使用手机，他可以做更多更有意义的事情。28岁的山姆是韦佛的大儿子，作为4个孩子的父亲，山姆同样对圣经教义有着严苛的解读。尽管看似虔诚，但他在受访时也坦言，曾有过质疑信仰的时刻。背后的原因很简单，山姆毕生的爱好就是赏鸟，因此他实在很想拥有一台数位相机。然而，山姆最终还是选择回到信仰的怀抱。在他眼里，自己价值观的存亡完全取决于信仰的联系。而他也坦言，一些同龄的朋友目前已离开艾美许社区，变成了英国人，这是艾美许人对外来人的称呼。艾美许人的严苛信仰可追溯回16世纪的欧洲，当时频繁发生宗教改革，许多教派分裂产生，各阵营互相攻击迫害，甚至升级成战争。这股风潮席卷了多数欧洲国家。在争斗最激烈的时期，一个被称为在洗礼派的教派广泛受到其他派系的攻击。在洗礼派认为婴儿时期没有知识，因此当时受洗意义不大，真正的洗礼应该发生在长大成人以后，等到受过教育、明辨是非、具有判断力后，才在自由意志下选择是否受洗。
以上思想与多数派系抵触，因此被视为异端，教徒遭受酷刑与迫害，许多信徒被迫逃亡瑞士山区与德国南部隐居，而他们正是艾美许人的先祖。话题回到现代艾美许人，随着整体族群不断茁壮，不同地区信仰的程度也逐渐产生不同之处。以韦佛出身的艾美许社区为例，他们对现代物品的接受程度较高，必要时会乘坐火车或计程车。韦佛本人也曾搭乘飞机前往瓜地马拉与海地参加慈善奉献方面的工作，不过他们一家从未拥有过汽车，绝大多数的移动需求都还是靠双腿、马车或骑马来行动。韦佛强调，他们不将科技视为罪恶，只是排斥科技伴随的缺点。在他们眼中，沉溺现代技术将分离人心，并且在人群种下嫉妒的种子。然而，如果踏入其他保守的艾美许社区，我们看到的画面可能就没那么友善。许多家庭直接拒绝与外界接触，采访就更不用说了，就连为他们拍照都被视为禁忌。在这些地方，社群的封闭程度非常之高，有些偏远的小镇，甚至连公权力都不得其门而入。还记得我们前面提过，艾美许人并不是从美国本土发源的族群，而是历年从欧洲逃离迁移的人。也因此，当前在整个北美，甚至到阿根廷与玻利维亚，都有艾美许聚落存在。然而，较为开放富裕的美国，还是绝大多数艾美许人的家园，住着全球98%的艾美许成员。在美国，大多数的艾美许社群会以20户家庭为基本规模，围绕艾美许教会周围建立。有人类学专家表示，有别于现代社会盛行的孤独文化，当出生在父慈子孝的家庭中，身边有兄长弟妹为伴，每个人的未来规划都很明确，多数人很容易跟上队伍。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不容易感到孤独脆弱，而会感受到团结有力。大家白天一起分担工作，晚上则一起祷告，一起作息。这样的凝聚力成为艾美许社区不断茁壮的动力来源。然而，就像前面说的，封闭的艾美许社群让公权力难以进入，高度一致的群体意识很容易就隐匿犯罪行为。在一些艾美许社区中，就存在儿童性侵与受虐等问题，也有许多家庭乱伦的状况。虽然这些社群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与世隔绝，要真有幸多半还是能够报案，许多犯罪行为也曾被曝光定罪，但关键的问题还是要回到比例。当一个人从小生长在如此封闭的社群，他们很容易失去对世界的真实认知，家人家庭就是他们的一切，因此仍有许多恶行始终难以被揭露，只能永远埋藏在这些信仰虔诚的应许之地。好了，这集的穷奢就到这里。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在下面留言聊聊你们的想法。最后，我们强烈推荐严选台湾美食与进口精品的电商平台 D-Mark 马克优活。本次推荐年销售量600万份的极品牛肉面，这也是全台唯一进军机场贵宾式的牛肉面料理。此外，还有经过多年研发的各种中西式料理包，错过了实在可惜。而我们后续还有更多严选优质商品，将一一陆续推出。有兴趣的朋友，欢迎点选下方链接上线选购，也欢迎追踪我们的脸书跟 IG。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